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今天我们解读由 NIH 与北京大学合作的一项重量级成果。这项研究揭示了大脑如何将化险为夷这种无事发生的体验转化为强大的内在动力。研究者解析了 PVT 到 NAC 的特定神经回路，并发现了一种专门编码主动安全价值的突触机制。它证明了安全感并非被动产物，而是大脑通过物理层面的重塑赋予行动的一种高级奖赏，为理解避险动机提供了关键的神经证据。为研究这种内在动力，首先要区分两种安全。被动安全仅是威胁没有出现，不需要付出努力，此时大脑激励系统反应平淡，而本研究聚焦的主动安全则是通过逃避或防御等行动争取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大脑会将无事发生转化为内部奖赏，并释放多巴胺。这种机制驱动了未来的生存行为。科学家正在探究大脑如何在物理层面重连自己，赋予这种安全感以极强的吸引力。研究人员采用了双向主动回避任务，实验分为3个关键步骤。首先是听到预示危险的警告音，接着小鼠必须在限定时间内主动跨越障碍物，最后成功跨越的小鼠会迎来警报解除，获得主动安全。通过这种设置，可以确认动物并非为了食物等奖励而奔跑，这为后续解析大脑如何给安全定价提供了纯净的行为学证据。在确认了避险行为后，研究者进一步锁定了大脑内部的关键通路，这就是由视旁丘脑 PVT 到伏隔核 NAC 构成的神经回路。PVT 负责感应内部状态并汇聚环境信号，而 NAC 则是动机与奖赏中心。当动物成功避险时， PVT 会向 NAC 发送一道明亮的电脉冲作为安全信号，这个信号起到了核心反馈作用，告知大脑当前行动已成功化险为夷，从而在物理层面建立起安全感。为了捕捉这道稍纵即逝的安全信号，研究团队引入了光纤记录技术。科学家在小鼠的 NAC 脑区注入了一种名为 GCNP8S 的荧光蛋白，这种蛋白非常灵敏，当来自 PVT 的神经末梢活跃时，它们会瞬间发出耀眼的绿光。借助植入的微型光纤，研究人员能像监测心电图一样精确捕捉每一次神经脉冲的爆发。这项技术突破为实时观测大脑内部的避险决策提供了高分辨率的视觉证据。通过光纤记录，研究者观察到了显著现象。随着小鼠学会避险， PVT 到 NAC 回路的活跃度不断攀升。关键证据显示，神经信号并非在警报时达峰，而是在小鼠跨越障碍、获得安全的一瞬间剧烈爆发。数据中的绿色尖峰证明，这并非对恐惧的反应，而是对安全的积极欢呼。精准爆发确认了该回路在编码安全价值中的核心作用。在确认了信号与安全的关联后，研究者进一步采用光遗传学手段进行因果验证。通过在神经元中表达光敏蛋白，科学家能利用特定波长的激光实时关闭大脑回路。实验设计的关键在于，当小鼠跨越障碍的瞬间，通过激光强制让神经元静默。这种干预旨在人工抹除原本自然爆发的安全信号，从而观察失去这一环节后，大脑是否还能将无事发生评估为一种值得学习的奖赏。这种干预带来了显著的行为差异。数据显示，正常对照组小鼠在5天内迅速掌握避险成功率接近 80%， 而安全信号被抹除的激光静默组，其成功率始终维持在 20% 以下的低位。研究发现，即便撤掉激光干预，行为缺陷依然持续。这证明实验组小鼠并非反应迟缓，而是因为大脑缺失了那份原本应有的安全快感，导致他们根本没有把避险记作一种有价值的奖励。为了深挖行为背后的机制，研究团队引入了强化学习算法。算法将小鼠的决策拆解为2个独立参数，参数阿尔法代表动作学习率，即是否知道怎么跑；参数贝塔代表安全价值估算，即为什么要跑。数据证明，即使安全信号被抹除，阿尔法参数依然维持在100%，但贝塔参数却显著下降。这表明小鼠并没有忘记动作，而是对安全的主观估值崩溃，彻底失去了避险的内在动机。在确认动机受损后，研究者通过渐进比例测试进一步挑战小鼠的意志力极限。在跑步机实验中，小鼠为了避险需要奔跑的距离越来越长。柱状图显示，正常组的奔跑崩溃点接近2000厘米。然而，当 PVT 到 NAC 回路被激光关闭时，崩溃点骤降至约500厘米。这一显著差异证明，该神经回路不仅负责奖赏评估，
更是大脑支撑我们在困难面前坚持下去，不断追求安全的物理意志力基础。在确认该回路支撑意志力后，研究人员开始探究安全感如何转化为真实的快感。他们引入了高度敏感的 D-Lite 1.2 基因编码荧光探针，用于实时监测福格和 NAC 中的多巴胺释放。多巴胺通常与美味食物等奖励挂钩，而这项研究的核心问题是，通过主动避险获得的安全信号是否能像食物一样直接激发多巴胺爆发。这为理解安全感作为大脑内在奖赏的化学本质提供了观测工具。监测结果揭示了多巴胺释放与学习程度的正相关性。在训练的第1天，避险成功的瞬间几乎不产生多巴胺反应。到了第3天，波峰开始显现，而到了第5天，多巴胺在成功避险的一刻如喷泉般剧烈喷发。这一关键洞察证明，这种快感并非天生，而是大脑通过经验将原本中性的避险成功事件雕刻成了极其渴望的习得性奖赏，从而完成了对安全感的深度编码。在观测到多巴胺激增后，研究者发现 PVT 并不直接命令其释放，关键的中间环节是胆碱能中间神经元 CINS。当 PVT 传来安全信号时， CINS 会被激活并释放乙酰胆碱。这一过程就像是翻译官将电脉冲转化为化学指令，进而触发局部多巴胺的巨量释放。这种多级联动的机制揭示了大脑如何通过精细的环路协作，将抽象的避险成功转化为具体的神经奖赏信号。在打通了信号链路后，研究团队发现这种动机的持久性源于大脑物理结构的重构。这一过程被称为突触可塑性。为了将安全价值永久写入大脑底层，神经系统不仅发送电信号，还会在 PVT 与 CINS 的连接接口处直接安装新的高速信息接收器。这种精准发生的硬件升级，使得原本微弱的避险反馈被固化为长期的行为偏好，确保动物在经历后能迅速且稳定地做出正确决策。这种物理层面的硬件升级得到了确凿的数据支持。研究者测量了受训小鼠脑切片中 PVT 与 CINS 之间的微弱电流，结果显示，与被动受精组相比，主动学会避险的小鼠其神经连接强度显著提升，关键指标 AMPA 与 NMDA 的比例大幅增加，这被视为神经通道被彻底拓宽的物理铁证。这一发现证明了安全感的习得不仅仅是心理过程，更是神经突触强度的真实飞跃。为了揭示硬件的具体成分，研究者进行了动力学分析，结果显示，升级后的信号不仅变强，其上升和衰减速度也明显加快。这是因为大脑向 CINS 中插入了特殊的极速受体，即缺乏 GLA2 亚基依赖 GLA1 的钙离子通透型 AMPA 受体。正是这些新安装的分子零件，确保微弱的安全信号能瞬间引爆巨大的多巴胺狂潮，让化险为夷的快感在毫秒间精准传递。在锁定分子受体后，研究团队进行了终极验证。如果强行拆除这块新硬件会怎样？他们利用 AAV 病毒载体搭载 CRISPR-Cas9 基因剪刀，精准投送到 NAC 脑区。通过这种极高精度的操作，科学家仅仅在 CINS 神经元中敲除了负责制造硬件的 GLA1 基因。这一实验旨在确认，在缺失 GLA1 极速受体的情况下，大脑是否还会依然重视并学会安全这一奖赏价值。基因编辑后的电生理诊断揭示了严重的硬件故障。对比波形图显示，正常侧脑半球在受训后表现出深且宽的电脉冲，意味着突触成功升级。然而在 CRISPR 敲除侧 AMPA 电流出现了大幅萎缩，仅剩极微弱的灰色波动。这一诊断证据确认，拔掉 GLA1 基因后，物理层面的通路拓宽彻底失败。没有了这套分子硬件，大脑在物理上已无法接收并强化避险成功的信号。硬件瘫痪直接导致了行为动机的崩溃。行为学折线图显示，基因敲除组小鼠的避险成功率随时间大幅下滑。强化学习模型进一步揭示，小鼠代表动作能力的阿尔法参数依然维持在 85.7， 处于完好状态，但代表安全价值估算的贝塔参数却跌至负数。这最终证明，若没有局部突触的物理升级，再强烈的外部安全感也无法转化为内在动力。小鼠依然会跑，但已不再为追求安全而跑。综合多组实验，研究者构建了这套终极对比矩阵。在正常学习中，回路通畅且突触成功，植入 GLA1 受体，
能引发多巴胺飙升并获得高动机。然而，光遗传学干预通过激光切断网线阻断了信号传输，基因编辑干预则是通过拔掉网卡导致信号接收和翻译失败。两种干预最终都导致了动力丧失，这证明只有链路与硬件同时完好，避险这种无事发生的体验才具有奖赏意义。至此，我们可以俯瞰这条安全回路的全景。它由6个关键环节组成，首先是主动避险行动，随后 PVT 感应并发送精准的脉冲信号，紧接着 NAC 中的 CIS 通过物理重塑插入 GluA1 极速受体，完成硬件升级向内固辅音注入基内赛，造速口对以 CIN 这个激活的 CIS 随后释放乙酰胆碱，最终引爆多巴胺的巨量释放。这一系列精密的生物学级联正是将躲避成功铭刻为大脑中的高价值奖赏，锁定了生存动机的底层逻辑。这项研究彻底颠覆了关于奖赏的传统认知，它证明了大脑并非只是被动对诱惑做出反应。当我们通过努力化险为夷时，大脑会动用基因编程和突触重塑，通过 PVT 到 NAC 的精密协作强行改造自身硬件。GluA1 极速受体的植入和多巴胺的释放共同创造了最深层的奖赏。真正的价值不仅在于获得，更在于成功守护。这种对避险价值的科学揭秘，为未来研究人类意志力和动机障碍提供了全新视野，值得我们持续关注。